美国坚持封杀和中国航天的合作，有没有想过3年之后你怎么办？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6月23日，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就是 NASA 嘛，那个局长在出席美国众议院听证会的时候就说了，支持将中国永久排除在国际空间站的合作之外。也就是要在国际空间站问题上坚持沃尔夫条款，不允许中国参加国际空间站的任何研究项目。这个事儿公布出来以后呢，很多朋友非常愤慨。不过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玩的。你看美国的这个宣布的内容啊，用词很讲究。它到底是要在国际空间站这一个事儿上坚持沃尔夫条款呢，还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要坚持呢？如果仅仅是在国际空间站一个问题上去坚持沃尔夫条款，说句实话啊，没人会觉得有什么影响。首先，这么多年下来了，国际空间站就没有接纳过中国人，而且中国也从来没有需要过国际空间站嘛，所以你不接纳我们也无所谓。关键是国际空间站还能活几年啊？2024年寿命到期，就剩不到3年了。你说美国国家这个航空航天局为了最后的3年去修改原来工作计划，让中国参与，还要硬碰美国国内当前的这种政治正确，硬碰美国的反华力量，他好像也不肯吧。这个事儿呢，没什么便宜可占，还落一鼻子灰。而且我们呢也犯不着为了最后这3年专门搞几次航天发射，弄点货运飞船去给人家当货拉拉吧。现在我们有自己的空间站，而且这个空间站的规模呢公布出来，将有110立方米的这个活动空间和实验空间。而且呢，规划出的这个结果呀，公布的结果还不是最终的规模。根据我们公布的消息，这个空间站还可以通过连接机构进行再扩容，可以加入更多的实验舱段。我们都没有和国际空间站进一步合作的必要了，所以美国人说什么禁止合作等于白说。但是呢，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就是美国在其他领域早就不敢坚持沃尔夫条款了。比如说，像中国要航天数据、要月壤的这个样本，都是官方交流啊。按照这个沃尔夫条款的要求啊，这种官方交流都是禁止的。现在怎么不禁止了？为什么美国国会要特许批准了呢？特别是3年之后，美国还要不要利用空间站进行实验？如果美国觉得所有需要空间站进行研究的这个课题都已经研究完成了，以后不需要空间站了，那也行。或者呢，自己有钱再搞一个国际空间站，那也随便。美国是可以拽一下，继续傲娇。但是问题是，3年之后你真的什么都不需要了吗？等你真需要的时候，你没有又怎么办？天上可只有一个空间站了，还是中国的。你看现在各国航天员都已经开始学好中文了，因为未来空间站上就只有中文标识嘛。凡是参与中国空间站这个项目研究的，都开始学中文，据说学得还挺快的。那么你美国需要不需要？你要是不要的话，自己能力就没法保持，还被孤立了。所以呢，到时候美国会不会放出一句话来说，我们只是禁止了中国和国际空间站合作，我们可从来没说禁止美国和中国空间站合作。而且2015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国家航天局局长查尔斯·博尔顿可就说过了，美国国会，注意他说是美国国会，不是自己啊，美国国会禁止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项目，这个禁令是暂时的，将来与中国的合作是必须的。只不过呢，经过了这个特朗普这么一折腾，恐怕这个新一任航天局局长啊，也不敢说那么硬气的话了。估计美国国家这个航空航天局里边有些人现在正在偷偷的骂国会那些老爷。不过呢，我倒是可以劝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句，就是全局上下跟国会做斗争的同时啊，你们千万别忘了，赶紧抓紧时间学好中文。好，关于美国禁止中国参加国际空间站合作项目的事儿，到底是不是口是心非？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